哦，快快啊这边，嘿，哇，怎么啊，又换车了？对，啊，古董车不能太操劳。哦，也对也对，要休息啊，呀一定要轮流，快上车，赶快上车，来哇，这辆不错，哇来， ，yes。 Yes。 OK， 我们也拜拜了，来 ，Hello，拜我们也出任务了。哇，这几天天气这么热，你们要穿这么厚出外景啊？没有，因为刚才早上有下雨，所以我穿这样。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出的任务是要吃什么。哇，你看，我们今天做了一辆新的车，对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应该是新的，对吧？所以你猜是什么？弟弟来开了，弟弟来开，猜是什么来，我们看主题是什么？哇！啊！OK，对不起，我跟你讲，我会失态，因为我最怕这些东西的。这个英文叫做 mealworm， 那中文其实我不知道。中文，我也不知道世成大哥，你知道叫什么吗？我看过报纸，好像是叫面包钟，它是吃面包的。哦，对，因为中学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叫我们就是喂他们吃面包，他们我也有养吃面包过对吗？他们是吃面包的吗？最近好像新闻一直在报嘞。对，我看过吃昆虫新闻有报道，就是呀现在已经批准了啊有16种昆虫是可以拿来吃的。对不起我完全没有意思要吃这个东西。也许是跟昆虫有关，不一定是昆虫的食物，对不对？有可能他们做的很像昆虫。像昆虫。啊，哦，也对，有可能哇！小安说了，也有可能是对，就是那个食物看起来像昆虫，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提示嘛，提示通常都在第二层，第二层对吗？对第二层。哇，所以我今天完全没有那种冲动就开第开啊二层。我可以，OK，开吗？你想要开啊？好，就给你开吧，来。我看一下。鱼？有鱼，钓鱼就可以用昆虫吗？杞人忧天，吓了一大跳，冷汗直流。哇，可是说到鱼哦，哎，鱼也有很多种鱼哦。当然，小安，你最喜欢吃什么鱼？哪一种鱼？我应该最喜欢吃三文鱼，哦因为在寿司很多，然后我是喜欢吃寿对司的。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吃寿司，但是今天这条鱼是这条鱼游出来的对了哦，可是一块的哦红，色的嘞，有可能有暗示。对红色的有可能巧克力也是色的三巧克力色文鱼啊。有一点像那个像什么鱼石斑。石斑鱼啊，对，哦有可能石斑鱼。小安，在鱼的身上哦，哪一个部位它的肉是最好吃的？我记得应该是这个腮最好吃。哦，它的腮以前有一个故事啊，如果要绑票一个孩子，又知道他家里有没有钱，就蒸一条鱼给他吃。如果那条鱼那个小孩子去吃鱼的身上这些有肉的地方，对可能不要家里不是很有因钱为。它是随便吃。如果他吃这个鱼的肚子，这个家里一定很有钱，因为所以是肚子最好吃肚子啊。所以我们你看吃那个 belly 吗？我们有时候去吃三文鱼。哦，对如，果你要去吃那个日本餐的这个生鱼，你跟他讲我要这个肚子的，他说 sorry， 要吃肚子的话要加一点钱。哦对比较贵，因为它比较好吃。可是因为它比较有油，它有油脂啊所以吃起来好吃。对，我印象当中，我记得有人跟我讲是它的 cheek。它的腮那边那边他们讲那边的肉那边一直在用吗？一直在用，有运动嘛，所以那边的肉比较好吃，也不错。它那边一丝一丝的，那个肉一片的。哎，说了那么多，我其实很期待我们将会吃什么种的鱼，怎样煮法？生吃的、清蒸的，还有炸的、煎的、烤的，太丰富了。什么都被你说完了。现在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今天出任务先吃什么鱼。 Yes。现在我们3期客要吃传统的美食喽！哇，到了，来，下车。哇！哇，这里感觉很不一样哦。哇，是哦很清幽，很舒服，好像没有很多人哦。远离市区，对带我们来这么美的俱乐部用餐。我的潮州蒸鲳鱼没有希望了。没有，有可能有中式的餐馆。哇哦，哇，这个环境真的很大哎。非常大，非常漂亮。我跟小安是猜今天可能吃西餐。没有。是等一下，你看，哎，
镜头在上面，镜头有可能是要上去第2楼。镜头可能是拍美感，让我们进去吗？比较美吗？你猜在上面啊？我猜是在上面啊。我看一下，工作人员，你看有人在指上面他跟我们招手哦。对，所以应该是上去了。来，我们猜错，我们还是你聪明。来，原来不是应该不是西餐了吧？是喽。我们上去看。期待。哇，很美耶。环境非常优美。对，哎，看前面，哦，其实这里是个高尔夫球场。哇，真的很期待。今天这里的老板又煮什么鱼给我们吃？哦，对，不只有鱼吃，还有美好的风景可以看。耶！OK， 那我们我们快去吃了。对，我们过去了，我们过去。已经饿了。我们选择在 Seletar Golf Club 开这家餐馆，因为总体上 ，OK， 这个整个环境是非常舒服的，而我们希望能够让顾客放松心情，在这里享用美食。我们餐馆的主打菜色其实是南洋风味，简单来说就是煮炒。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煮炒的菜色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哦。来了！你看有什么特点？看一下就知道。来，所以这道是红烧沙包鱼头。哇，我通常都是红烧的，就是红焖的啊。OK， 来，话不多说看吧，我帮你们拿吧。来，我的手不够长。小心哦，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骨头还是什么，我帮你们。吃鱼要小心一点，最怕就是这个骨头。但是吃鱼，我以前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讲，吃鱼的时候不要开口讲话，所以我们吃这个鱼的时候不用讲台词了。哦 ，OK。我很少要。你可以跟我拿多一点吗？可以啊。小他这吃货的，对，每次有好吃的他都要吃多一点。对 ，OK， 来。这个我有吃过，你吃过红烧的这个鱼头，沙包鱼头我吃过啊。有吃过？但是我不知道今天这里的这道菜的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刚刚开始它鱼肉有点像这个石斑，但是它的肉没有这么厚啊，可能是有点汁。昂格利，可能。昂格利，昂格利对。因为这道菜呢是比较传统的，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沙波鱼头呢，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个红昂格利。哦，了解。因为比较有肉，而且那个皮呢其实是很滑，然后很新鲜。是有一点脆脆的那个皮。有没有吃过？感觉知道没有吃过没？第一次。哦。这道菜呢，其实在我1979年，当我开始经营这个餐饮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在卖这道菜了。所以这是一道非常传统的家常菜，老少咸宜。做这一道菜呢，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新鲜的鱼头。在最初的时候，这道菜的鱼头我们是用那个松鱼头，因为很多客户反映它的土腥味非常的重，所以我们慢慢改成现在改用红蛤蜊，用这个红斑头。另外就是要用到烧肉、大蒜、姜片、香菇、辣椒、豌豆、腐竹、大葱、胡萝卜、蒜头跟花雕酒。一上盖之后，我们把一些花雕酒从盖的旁边倒上去，这能够把这个整个鱼头让它提香。这一道菜呢，你一定要用砂煲来煮，因为这个砂煲呢能够保持这个食物的热度，让顾客能够享用热腾腾的鱼头。而且这道菜哦，不止有鱼，有烧肉，也有菜。蘑菇，哇，里面还有岛鸡，还有你要不要？我有岛鸡啊，对，来，哇，这个岛鸡好。哎，我有拿到一点。你拿到一点了？对。然后，因为岛鸡有一些是没有经过油炸的，但是我个人啊，我这个年龄层的啊，比较喜欢炸过，用油炸过的会比较香。所以这个是炸过的吗？应该是有了，因为那个鱼也是，因为你刚才你说过嘛，那个鱼的皮是有点脆的，所以呢，我觉得有过一下油，对，炸过一下油，虽然是炸过，可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很油腻，
不会太油。对，这个就是看师傅的功力咯。我们这样吃下去哦，吃到它的底部，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他们有加了酒？但是我跟你讲，我对酒不是很敏感，所以那个酒精可能已经散发掉了。哦，也对。人家你看看我的脸有没有红？不会啦，那么早应该是不然刚刚我没有明的，哎，醉倒了。不可以，对还要去多2个地方。他说嘛不可以睡着，不可以睡着，我们快点吃，哇，这个菜很脆耶。当然了，人家民工出名厨啊，人家名厨煮的啊，这火候拿捏得好才会妈说脆。也要多吃菜。这个每样东西都这里也有，要不要这个？食物要均衡哈，不要偏食啊。龙眼，龙眼，你是龙眼，蒜头来的。你看，小孩子应该不会这样吃了，算了。哎，还没有他吐出来。不过当我们在工作时候、演戏的时候，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最好不要，不然你跟对手戏的啊，对，满口都蒜头的味道啊。那我是不要吃蒜。啊，你有你要口臭。他怕口臭。是什么？Let's go！ 哇！但是我跟你讲，红蛤蜊鱼哦，我从小吃到大。哦，它是很普通，也不是很贵，但是它可以煮出各种不同美味的鱼头的东西。哦，就是它可以拿来蒸，可以拿来炒，还有咖喱鱼头最多。哦，咖喱鱼头，哦，对，咖喱。对呀。咖喱鱼头。你最喜欢吃什么？咖喱鱼头。这今天你懂得这叫红蛤蜊鱼吗？这种鱼开始不懂了，他也不知道那个印象了。但是其实那个是它的颜色有一点粉红色的，蛮大条的。然后现在很多餐馆都是用它的鱼头来做咖喱鱼头嘛。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种鱼可能你们没有吃过。哦，我懂，美人鱼。美人鱼，你敢吃？就想吃美人鱼。美人鱼。说到鱼，鱼其实有很多营养成分，对吗？鱼有什么啊？白质。要问他的爸爸是营养师吗？来，鱼有什么营养成分？所以鱼有很多蛋白质，然后也有 omega 3能帮助眼睛。对。可是我也听说过，就是生鱼呢，对，小孩子不要吃。你讲这个生鱼就是那个 raw fish。raw fish。哦，我还以为你说我们那种生鱼。不是。生鱼那个不，我跟你讲，那个生鱼也对人好啊，也是好。对，好。你各伤或者是生孩子的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来炖汤。哦，会帮助到啊。肠腹。哦。可是我刚才就是说呢 ，raw fish，生鱼不要吃很多，因为生鱼里面有寄生虫嘛，所以小孩子，你刚才说你喜欢吃小须米对吗？不要吃那么多，吃煮过的鱼对身体会比较好。不过老实讲了，看吃了我的传统的这个名菜之后呢，对，接下来期待的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创意的创意料理。我来看来，1、OK、2、3。啊？这是什么？哦，哇，日本。日本。对，我记得是一个叫茶碗蒸。你刚才有讲到，其实蛮像茶碗蒸的。可是我觉得茶碗蒸这个不是嘞，但是是锅哎，它不是一个杯，上面是什么？我看一下，黑木耳的上面。黑木耳的上面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是那种柴鱼，可能是不是？这个真的有一点像鱼，也是柴鱼，不过柴鱼比较薄，而且片状，这个是丝状的。你有没有看到汤的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是黄色鸡蛋是吗？蛋呢？是不是？蛋吗？不是饭吗？是米来的，你看有一粒，而且这片鱼哦，不是生的哦，不是熟的，我觉得是汤来了，对，是汤来了，所以有可能是泡饭。哦，对，泡飯。哎，他想吃泡饭，泡饭也是近几年才流行。可是我现在最好奇的是这个是什么鱼？因为现在我们制作组真的很坏，都不让我们知道材料是什么，让我们去猜。对，他们拍的真的。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啦，至少让我们吃饱，脑筋又运动一下。对。哇！来，我们到喽。Hello， 哇，在这里了。在哪里？我跟你讲还有很多日本餐馆的。对啊，这里就是一个。这个看起来这个照片年轻化一点。
哇，这间餐馆是采用了原木的元素来打造简单又素雅的用餐环境，让人感觉非常的舒适和宁静哦。哇，看到了，看到了。哇，那个汤是分开的。小心了，烫哦，烫哦。哎，黑木，小安猜对，他很厉害，我跟你讲，每次都是他猜到。刚才你猜是鸡蛋，真人不露相。哦，哇，这是高汤。对，哇，师傅啊，你们很细心哦，上了菜才加上高汤，是不是为了要给它热，还是为了让里面的东西更熟一点？第一是为了保温，保温。这个石锅我们用石锅来上这道菜。对，第二是让客人能闻到那个鱼骨汤的香味，对，吃起来的话会更美味。这个也是日本泡饭。不是日本泡饭，这个概念是我小时候在吃潮州鱼粥的时候的一个概念。潮州，我就是在潮州看到这个泡饭。后来我的同事文龙在他的家乡也开过，那个春明也在新报也是开过，所以但是完全不一样。老实说，很有创意的。它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通常你一呈现，你一放出来就是那个汤在里面的，可是它就是倒了汤之后，那个味道就散发出来，其实是很浓又很香的。这道石锅鳕鱼泡饭的灵感来自我在吃潮州粥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然后我就想把它做成一道菜，在我餐馆里面可以卖，然后就研发了这个石锅鳕鱼泡饭。来，开动吧。吃了那个鳕鱼入口即化，对，真的是入口即化。对，怎么样？你觉得如何？好吃。好吃哈。那小安，你平常有吃鳕鱼吗？我不懂我每次吃的是什么鱼。是什么鱼？应该是啦，他应该是什么鱼都吃，可是不知道他在吃鳕鱼。师傅有点偏心了。没有，你要自己倒了。哦，你自己倒了。我就倒了，我本来已经没有。我还以为说师傅有点偏心。我是说，我的这个是已经开始干了，但是我觉得另有味道。我现在是米粒，然后因为它刚才的高温，就慢慢的被它吸收进去，所以所有高汤的这个甜味就已经进去了。这一道汤呢，我们选用了鸡脚、姜、葱、胡椒粒、鳕鱼骨来熬制的，把它滚3个小时，滚到那个汤奶白色。然后，所以那个胶原蛋白全部已经滚在那个汤里面了。喝了会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喝了能很滋润我们的皮肤。所以呢，鳕鱼骨我们呢拿来熬汤，所以那个肉就拿来制作这道泡饭。为什么使用鳕鱼呢？鳕鱼它本身的脂肪低，高蛋白质，老少咸宜，基本上煮出来的味道也是很鲜甜。其实，在吃这道哦。比起我们在外面吃的泡饭有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外面的通常都是海鲜啊、龙虾啦，然后很少就是单纯就是用一块鳕鱼跟着它的汤是用鱼骨来熬出来的，所以它的高汤很重要。对，其实我喝了一口汤，我感觉到这个汤里有酒味。有吗？有，你试一下。我也是喝到啊，你看，哎呀，你们2个对酒很敏感。但是它只有淡淡的酒味啦，而且我觉得这个酒味呢，是为了来提升这个食物的美味。是2个部分，其实这道菜就是那个汤头跟药酒，这2个是这道菜的灵魂。那个药酒我们会用当归跟枸杞子跟绍兴酒去浸泡最少2到3个星期过后才能使用。使用当归是因为它的药性比较温和，所以适合食客长时使用。然后那个枸杞子呢加进去也是能明目，然后用绍兴酒能增那个汤头的鲜味。如果给我一个选择的话，我可以每天都吃这个鳕鱼石锅泡饭，因为你吃了不会腻。我跟你讲了如果你像我这样吃法呢，又多了一种不同的这个享受。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干热的时候那个汁都全部被吸进那个米饭里面了那个就真的是很浓郁的甜。然后但是现在呢，它这个还有温度，我再把它放进去的话，一吃都不一样，就是好像一饭2吃。哇，所以这样说呢，我们的
吃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年轻人呢会就是想要把汤全部倒进去，一次过全部这样吃完。可是你们年长者就是会慢慢品尝，慢慢享受。不是，这老人家不要吃太快，不小心可能呛到，对身体不好。OK， 那现在我们要问要小心一点小朋友的吃法。你看他一下嘛，他把鱼都不吃掉了，你看。没有，他把鱼全部全部弄在里面，搅在一起，所以哎，厉害，对，另外一种吃法哦，另外一种吃法，对，好吃吗？好吃。你看他嘴巴有一块，不知道好不好吃？晚餐，留着做晚餐。不错哦。那小安，你最喜欢这个石锅泡饭里的哪一个食材？我觉得是最喜欢汤。哦，那汤，为什么？因为它把全部的材料的味道都在里面了。因为它的精华都在里面，对吧？对，可是又不会很腻。上车吧。小心。我觉得我会睡着很幸福啊。对哦。呀。哎呀，老人家都说了，多吃鱼好。哎，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真的是吃鱼饱了。对，哇！其实讲真的，说到鱼哦，有很多营养成分的。是。比如刚才我们吃的那道鳕鱼，鳕鱼其实是有高蛋白质，然后低脂肪的，所以我们吃是其实对我们很好的，很健康的。所以我跟你讲，刚才那个师傅啊，我觉得他是有做过右上菜的啊，你知道啊。它里面哦，就是那个鳕鱼的皮，它就不给我们吃嘛。对，去掉嘛。对，那还加那枸杞子，对，然后还有那个木耳、黑木耳，这些都是很好的，对身体都很好的，营养丰富的，营养丰富了。可是我倒觉得那个食量啊不够，太小了，我吃一点我不饱哎。你看，小安一直想要喝汤，他觉得不够。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吃7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哦，真的？是啊。所以你现在是几分饱？我现在也是最多是5分了。我也一样。那小安呢？你多饱？我看到你每道菜都吃到津津有味哦，好像要把全部都吃到完了。所以你不会饱啊？我就是6分。跟你讲我们刚才那2道菜2道鱼都是海水鱼，都是咸水的。OK， 现在第3道可能是淡水的。对哦，今天没有人想要打开，就我们的答案每次都在里面嘛，每个都。我也忘了，我一直在摸，可是我没有想要去把它打开。你要打开，我是期待会有一个游戏。没事，你打开好，你每次打开都有好吃的。来。空的。空的。下面可能还有。开。空等待。让我们空等待。也是空的。有可能有它的意思。好奇怪哦。什么意思？先知。要问你啊，每次不知道就问你。空。这不至于了。找一找车里有什么线索。有线索哎。所以哇，现在制作组又 upgrade 了。怎么样？跟这个东西无关，我们要找一找车里有什么线索呢？又玩游戏了。又玩游戏了。线索。刚才那个东西人家是线索。哇，这么精彩了这一次！这个得把这个拿出来。找到了。这个包裹啊，你看。小朋友最期待这种游戏。等一下，慢慢来。噔。真的钓鱼，还有这个渔网，又勾那个鱼啊。这个让我想到龙钩鱼，水沟里面然后我很喜欢就在那边再抓几只。可是这个鱼竿就是我们有鱼咯，去钓鱼啊。对啊。OK， 来，我们期待了，对，真的接下来要去地方 ，Let's go。对，来，下车。哇，到了。哇！大海嘞！没想到制作组会带我们到这里，可是真的没想到制作组会带我们到这里，有大海，重点是这里是个码头哎。我现在是要钓鱼啊。
我们来这里钓鱼啊？对，有对面是乌名岛嘞。有可能我们坐船出海钓鱼。哇，真的 ？OK， 来 ，Let's go， 出海喽！哦，哇，这是上船的码头嘞。对了，那么多艘船哦，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就是坐到一艘船然后出海。那我们就我选看你的表情哦，有一点先知的那种感觉。有啦，我是连接这样下来猜的，因为我们来到码头嘛，不可能就是想象力很好，不可能坐在码头看日落，很难讲，可能坐在码头钓鱼嘞。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上床吧，我们要上船一个上船，上船，你还想睡觉啊？我们这样，你看啊，左看右看哦，只有一艘船里有很多人呢，应该不懂，应该是那个了。我觉得选一个干净的比较好。好，来，这个啦，这个，这个我们有自己，我们自己划，自己划。这个我们自己划。这里有一个人，你问他，你问他，等一下，等我们过去，我们走近一点，你问他。这个这里有这样这 ，Is 个。 this our boat? Hello. 这个吗？ We go on this boat. Yeah, this one. 对了，真的啊？我还以为是那艘哎。We go on to this boat. Correct, this 那我 one 们啊。快上车。是真的吗上船。小安迫不及待的想要出海了。来，小心哦！哦，不会，你很重哎，我是船夫。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去给龙啊！去给了哦去给龙。 ，OK。哦，哇，制作组，哇你看给我们惊喜嘞！哇，真的没有想到制作组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有机会坐船出海去给龙。哎呀，有一句话，我们叫做乘风破浪寻美食。啊，对。OK， 那小安，你有没有坐过船？我有一次是去乌名岛的，乌饼岛。哦，可是这种小船你没有坐过啦。没有啦，是那种大船的，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啊，很期待。够刺激吧？哈。小船的不一样就是你有机会体会到那个风吹在你的皮肤上，哇，非常凉爽。真的很棒哇！你看，很久没有坐船了，你知道吗？海多么大，我还要坐到对面呢，还不知道有多久呢。现在你看你坐在旁边哦，你的手还可以动到那个水，你看，不要，小心，因为这海水是咸的，等一下我们一干的话，整天黏黏的，很不舒服快点，等一下再干了，快点，我让你体验一下那个海水。小心。你的裤子湿了。这有一点浪，今天有一点浪，所以你看这个浪打浪，有一点水花喷上来了。对哦，哇！麻利了，加快麻利了呀！我们要拍一张照，来。哇 ，selfie 啊，小心啊！你要拿紧一点啊！可以，就在海里面。慢下来了。速度放慢了，又到了。看起来很酷哎。哇，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对，哦，它这有点不是滑的，它是用踩的。哇，哦，这蛮特别的。是哦，这样子就很好玩，引擎的。也能运动啊。狗来了，能看看狗来迎接我们。小心，OK 啊。我上了。 OK， 来 ，OK， 来看，过来。可以，没事。哇 ，Hello， 你好。他来迎接我们。啊，还有狗狗迎接我们呢。哎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我是靖凯，我是这边的负责人。哦，你好呀，打扰你们了。讲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传统的回龙，应该是你第一次了。
不是。你们两个应该是对，乾隆初体验啊，所以有没有机会这样参观一下你的回龙？可以，我们可以走一下，那里会比较多鱼，所以这里我想给你看我们的贝壳类。哦，这里是我们的那个 green mussel， 所以也称为做蛋菜。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新加坡有这个蛋菜，可是他们是自己成长的，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会下海去抓，说去拔咯。以前我们在这里拍戏《怒海萍松》的时候哦，有一艘船旁边的底下就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抠出来，然后用火烧拿来吃。哦，不是全部的拔起来就很美的，有些像那些就是还有那些 barnacles 在，所以我们要一粒一粒的烤。哦，好像在外国呢，一年他们就会生差不多，他们会 spawn 2次。Spring Summer，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这个天气，对，他们就整年都会在生。哦，难怪。对我们来说是好 ，I mean in a way 好事好的啦。有些是坏事，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抓它的话，等你的给龙就会越来越重。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呢，回龙只是养鱼而已。然后今天我才发现到，哇，回龙其实也有养其他的贝类啊，其他的海鲜啊，非常有趣。我们还有这个叫蛤蜊，新加坡我们也称为拉拉，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新加坡抓的，所以我们从 Johor Straits 那边跟那里的捕鱼的，我们跟他们拿进来的，因为新加坡没有办法抓，所以我们养在这边是给它吐沙，吃的会吃到那些沙啦。你回家也不用，对，你回家不用整什么盐水啊。那除了这些海鲜，应该是可以看到鱼啦。现在对，所以我可以带你们去看。OK， 现在我们去看鱼喽。哇！那天我不是跟你们讲到有提到这个鲳鱼咯？你看，这就是鲳鱼的一种是吗？对，这个是我们平常在新加坡就称为做金鲳，可是真正的叫法应该是 bombano， 因为我们从小很久以前就叫成金鲳了，可是他们跟鲳鱼的 family 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新加坡可以养的鱼就是那几种，那我们的金鲳会出产比较多，可是在餐馆比较少用。我们在这里呢，在4、5年前，因为这只有家里的人在吃，所以我们讲怎样让那些餐馆会用这个鱼，所以我们就拿去给了那些有 Michelin Star 的 restaurant 叫他们试试看，他们真的很喜欢，然后他们就现在有在餐馆的菜单里面了。那通常这些鱼吃什么？所以我们的鱼呢，从小呢就喂那个鱼料，鱼的饲料啦，就是 soy pellet， 从小喂到差不多600到700克，然后我们就改成 bait fish， 就是那些小鱼，我们抓的小鱼来喂它。所以这些鱼应该是吃 pellet 啦，因为他们没有大，对吧？可以喂鱼吗？可以啊，我拿一点，小孩子是喜欢，可以。来，狗狗拿，他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 pellet 啦，我们平常就是丢的，就这样就丢，不然你就拿这个来 scoop 也可以。我们是补品，对，补品很好，这样丢，他们就会吃了。那你们通常一天要喂几次？2次，要看不一样的鱼就不一样的喂啊。对。但如果我们要出产的鱼呢，就不可以喂。为什么呢？它的肚子不干净。对，不干净是第一啦。但如果我们要送活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活。他们就会一直吐了。这个非常有趣。OK。哇，你看，越来越小，你看全部跑过来了，你看，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嘞，有点骚，可以。所以可以抓一只吗？一直游来游去，他们的肉应该是比较 Q 弹的，是不是？对，因为他们比较有，对吗？哇，这个蛮大条的嘞。这样子。对。哇，你看，跑掉了，进入大海了，放生了，拜拜。哇，凯哥啊，你们这个网蛮大的，你这个鱼排总共有几个网？我们这个鱼排有差不多70到80个渔网。哇，很多耶！0.5 hectare。OK。所以有更大个的吗？有更大个的，大很多。那你们在这里有养几种鱼？现在是有5种。那你们除了养鱼跟喂鱼，你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吗？对，所以你看那些我们的网呢，有些在晒住对，因为我们换了网，所以那个网要晒先，晒了过后干了，我们才可以洗。所以你们1个星期内要洗几次？哇，很多次啊，很多次啊，都要洗，因为如果它的那个 barnacles 开始长的话，对，那个鱼会割到，对吗？会受伤，工作真的是非常。那个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东西要。OK。养鱼人家也有苦鱼了，不过我们现在很想看金目鲈。
可以，在这边，所以我就捞一下。哦，可以啊，可以啊。哦，我看到了那些黑色的东西。哇，蛮大条的。所以它们的颜色呢就会改变，很像现在是比较深暗，等你从水拿起来的，它们就会比较银色。哦，是自然变色吗？自然变色。哦，它的颜色不是固定的。哦哇，真的，你把它捞起来的时候哦，那个颜色真的不一样。你看里面看起来是黑色，就深色。然后现在是大概金色的那种。色的。所以哇，抓鱼要小心啊，因为它们有这个刺啊，上面跟下面。所以龙虎斑呢，就是我们的龙胆跟老虎斑掺种的。这叫龙。哎呦，我真的不知道嘞。所以我们在婚礼吃的那种是这种吗？平常是这种，是龙虎斑，不然就是黑斑啊。他们是很久以前就 hybrid 了，所以这只鱼呢，在野生你是找不到的啊。对对对，只有人家养了才找得到啊。这样你看，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这条是蛮大的，你告诉我们，你经验比较好，大概有多少公斤？这个差不多4到5公斤。哎，我要捞。可以啊，你捞得到的话，等一下安哥带你去，我煮这条鱼给你吃。捞得到，挂得到，我们吃这条鱼哎。小心啊，全拉出。小心一点啊。OK，来。我后面。不然等一下它被鱼拉下水呀，看到吗？你看得到吗？它的不是这些小只的嘞，头很深的，那条大的。来，它在动，对，它在动了，抓住它头，从它头进来了。没有，这边，哇。有技巧，就是你不要去捞它，你给它游进去。你让它游。可是凯哥这样欺负小孩子，这捞得起就有吃哦，拉回来。OK， 来。死了。OK， 哇，非常大哎，就是龙虎斑啊。新鲜的话呢，你就摸得到它是花花。来，你的手小心，很滑哎，哇，它是滑，它身上有分泌一种滑的粘质，对，一种 gel 啦。我们要看它新鲜不新鲜的，你看它的滑度。所以它的 slime 呢，不是那种clumpy，很像是一粒的，就连接在一起。对，不要白白的，对，一定要是 clear 的。好，你看它的眼睛亮亮的，它的腮要很红啊，红的，亮的。不要，哇，所以买鱼这个是红鳃是新鲜的，要看它的腮咯。那对不起啦，我们今天要吃 ，OK， 来走。哇哦，凯哥啊，这就是你的概念 ，farm to table。哦，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鱼排，还有自己的餐馆，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新加坡养的鱼呢，是可以做不一样的做法。9年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做渔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餐馆呢？是因为我们都一直跟人家讲，我们的海鲜是新鲜的，可以用我们的海鲜来煮不一样的煮法。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地方给他们看，还给他们尝试，所以我们就打算开了 Scale。在这里呢，我们就展示不一样的煮法，加上我们称为做 Modern Fusion。真的，一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想吃它一口。对，我们直接，而且很特别。你看看，我刚才已经有不一样的。哦，对，摸的时候其实这碗是冷的，这是冷的。对，所以这个是冷面跟烧鱼。OK， 那我们直接吃了，我们试试看。不可冒险。试试看，然后那我们有那个柠檬在上面，对吗？对，不要挤先，我们吃先，不要挤先，我们吃先啊，原味。等一下子呢，你可以挤那个柠檬，可能对，就会不一样一点。我做的那个鱼的肉哦，是 Q 弹的，比刚才我们吃的那第2道那个鳕鱼很不一样哦。因为那鳕鱼是入口即化，然后这个是鱼肉是比较紧实的。对，而且如果你吃到它的皮是比较偏甜的，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酱啊，我觉得是 teriyaki sauce。我也是有一点觉得是日本酱。我觉得应该是叉烧的味道吧。哦，他讲叉烧的味道啊，有一点像，因为你看，因为这条鱼的这个鱼皮啊也是蛮厚的，所以它烧起来真的像有一点像肉的皮一样。所以他讲的那个味道加下去，真的有点像叉烧的。而且还有其他的配料，你看，有那个 cherry tomato， 对呀，金针菇、香菇也有。最难煮的步骤应该是从鱼开始，因为我们要把鱼做成跟肉类的方式。鱼呢跟肉完全不一样，因为鱼这样 break down， 肉比较结实嘛。我们用龙虎斑的肚，它的 belly， 因为那里会比较有口感，它的口味也不一样，它的肥肉也最多。所以我们只有一次煮的时候，只有一只鱼只有2份。也说一天我们只有那几份卖而已啦，是比较 limited 的啦。我们就把我们的鱼拿来焖先，用叉烧的酱，没有这样厚的酱拿来焖了一点点，然后呢，
再进出那个 oven， 焖了以后进 oven 再出来，再进去再出来。我们每一进出，我们就会擦了一点那个叉烧，这样它就会 layer 上去，连越烤连越有味道。一好了呢，就稍微touch 了一下子，因为我们要它的叉，像叉烧这样嘛。哇，真的是很珍贵，因为你是条龙虎斑。很大条，可是它肚子就是那么一片，两边左右两边这么那一小片，所以难怪是限量的。哦，对，而且这个比较贵，所以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真品。我觉得这个面没有很硬，我每次吃的都是有一点硬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蘑菇的香味。其实它的面就是那个炸soba吧，对不对？就是日本式的。日式对。我们的冷面呢，也不是很像日式的，你要沾的，我们已经是在一起了，比较像一个汤底，是用比较日式的料理来做成，就是有 dashi 昆布，还有 shimeji mushroom 啦。说汤底呢不算是甜啦，会比较有稍微一点咸度，因为我们有掺了比较他们所谓的umami的味道。就是因为它很甜，所以你很喜欢吃，是不是？因为那个鱼也是很甜。啊，对，那鱼他们用的酱嘛比较偏甜，所以你比较喜欢吃叉烧还是喜欢吃这个？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面的。又是面。我问他叉烧还是一样跟我讲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面有这个甜的汁啊，所以它吃起来就很可口。所以说真的开胃。对，所以真的。因为小孩子讲话就是直接，我就是喜欢这个所以这整道很适合他，很适合你，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蛮偏甜的，是不是？对。然后你刚才挤那个柠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分别？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比较酸的耶。啊，我会选择不要放柠檬，因为我喜欢甜甜的，加一点酸就不一样。对，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喜欢放那个柠檬，所以人家都讲了，众口难调。我们3个人的口已经很难调了。对。但是我跟你讲，还好他是放在这边给我们自己。如果他已经一来就加下去，他就觉得不好吃。没有这样好吃。没有这么好吃哈。但是对不起，老人家跟小孩子不一样。你看，我又加了。那好，维他命 C 不一样，他的面全部都吃完了，你看，他只剩鱼。你们看这壁画，哇，它让我想起以前我们的先辈来新加坡这个谋生的时候呢，就赚到钱嘛，就汇钱给中国，那么有写信呢，就请这写信佬帮他们写信。哦，除了写信哦，我这里也看到，这里也有写春联，他们也是写春联的。对，然后这些看起来就是比较传统的，是，然后传统的当然呢有比较现代的，所以他们的配搭跟我们一样吗？上次课也是这样吗？对，有这个比较传统古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小的吗？还有跟我们吃的料理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比较传统的食物，是，然后呢创意料理，然后这一道是小朋友喜欢吃的。所以今天呢，你最喜欢吃哪一道？我觉得我应该最喜欢吃的是创意料理。创意料理哪一个？第2道。对，因为你看我一直在找还有没有那个汤，那个汤真的很好喝。哇，这个是很养生的嘞。哇，你这个也是我喜欢的，因为老人家也有养生嘛。不过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冷面就是仿叉烧的冷面，给我印象深刻。对，因为我今天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龙虎斑，所以这个是好鱼来的。所以今天这道鱼呢，这个反叉烧。你看这个，你讲的对啊，仿叉烧吗？其实我跟你讲，年轻人会很喜欢，但是如果有机会，下次我碰到这个老板，我就跟他讲，你能不能用这个鱼煮一碗潮州鱼粥给我吃？我告诉你，一定会喜欢，我会忘了我是谁。其实呢，我比较喜欢第2道，我就跟小安的一样，年轻人应该是因为年轻人的关系啦。因为比起第1道跟第3道，我觉得第1道跟第3道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有点偏咸，那个口味比较重。然后第2道呢，我吃起来的时候很舒服，非常开心。所以我其实真的是蛮期待下个星期制作组会带我们到哪里去。那我们3、4课下星期见。